家听这名称也知道，手挥琵琶这个动作呢，就有点像那个弹琵琶的样子一样，所以呢，取名叫手挥琵琶。那下面请看这个动作的正面的完整演示。手挥琵琶这个动作呢，重心高度保持不变。现在我们重心腿在左腿，那么这个高度保持不变的基础上，还继续往左腿移重心，重心前移，右脚跟一半，一步的一半跟半步。落右脚的时候，向自己的正前方右前45度方向落脚，重心后移的时候，右脚踝关节放松，脸臀立腰。背往后一靠，同时右手向右侧方45度方向落手，左手呢从左大腿的外侧向自己的正前方旋臂起手，食指引导，起左脚，左脚提起，脚跟落，脚跟落的同时，两手相合，往自己中线的方向相合，这个意识达到两掌根，左手的食指尖对准自己鼻尖。右手对准自己左肘肘关节的内侧，两手相合。这时候，我们从搂膝腰部第3个变自己手挥琵琶，那么保持重心高度不变的基础上，重心继续向左腿前进。右脚一步的一半跟一半，右脚呢45度方向落，右脚脚尖方向向正前的右前45度方向落，落脚斜侧方，向右转腰，转腰的同时，右手有一个好像向右斜下方裸手的动作，裸手的动作，左手呢向左外侧有一个弧形，食指微微有点上挑的意思，然后把左脚提起来。左脚脚跟落，虚部两手相合。前面我们白鹤亮翅的时候呢，是脚前掌点地是虚部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变成脚跟落也是虚部，左腿为虚，右腿为实啊，两手相合的意识到自己中线，中线两手相合，都有相合的中线相合的这个意识，背要往后一靠，形成一个撑劲儿，收。重心高度保持不变，重心向前移动，到左支撑腿，右脚落向右转腰，正前方相合，落胯，落脚，眼看前方，手挥琵琶。好。我们搂膝腰部做完第3个以后，变手挥琵琶的时候，容易出现很多的错误动作。那么错误动作大家看一下，比如我们重心前移的时候啊，重心出现起伏，身体向上了，不是原来的高度了，一下重心就起来了，出现起伏了，这个时候是不允许的。那我们在做的时候，还是要保持原来的高度，稳住重心，重心前移，移到左支撑腿来。那么这个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？出现这种凸臀。来，我们再来啊。比如我们再往前的时候，身体向前扑，凸臀塌腰，走，身体前扑。那么这是腿部力量达不到，累，感觉到吃重了，那么这腿就开始想怎么舒服怎么来，那么就出现什么呀？这个凸臀塌腰，不练臀立腰了。好，我们再做一遍。那么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就要保持在这个高度基上，我们累可以重心高一点没有关系，但是一定要保持这个重心高度不变。好，一跟半步，对，稳住重心，敛住臀，还要再敛一点点。哎，好的。那么再有一点就是什么呢？力达不到自己掌根来，手上没有意识。好，再来一遍，后脚
它在往前上步的时候，一定要力打掌根，有往前撑的意识啊，往前推的意识走。对，力要到这儿来，对，往前去，练臀力腰。还有呢，在做的时候，我们还有这个挺胸塌腰，这个时候一定要含胸拔背。好，2的时候落脚的时候，身体又会出现一个起伏啊，落脚身体往上一走，你看起来了，3就又落下来了，这就形成波浪式起伏。那我们这个时候要保持重心高度不变的基础上，我们要有一个向右转腰，好像裸着我的手，向右转腰引带，所以这个左脚要有一个松沉，向右沉肩坠肘，裸着我的手去走，所以腰一定要转。那么这时候如果你不转腰，就蹬，我们这蹬，你蹬我的手，你要蹬就不行了，一定要用腰带动去走，转腰带臂。这个时候，这个左手和右手两手一落脚转腰带臂合手。这个时候两手再往中线相合，落左胯，往远看，这精气神一定出来，往远看出去。对，好的，沉左肩，松左胯。好。那么我们再转正，来转正啊，还是从挪小拇。这个时候容易出现凸胯，左外凸。对，这种歪肩膀很厉害。这个有的时候人就说，为什么我站不稳？这稍微给这边一点就会倒，因为你胯歪了，所以胯一定要正啊。那么我们膝盖也是一样，一定不要往里内扣，也不要外撑过多，对准自己脚尖的方向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跟半步稳住，跟半步练臀，一定是练臀。啊，向右转腰，转腰不转胯，注意不要连胯一起转。我们是转腰不转胯走，转腰，对，转腰不转胯。这个地方做的时候，不要连胯一起转，是转腰，用腰去带，两手这个错的这个劲儿要用腰去带走，转腰，对，手上这个不要空啊。然后合的时候不要起左胯，大家起一下左胯，咱们再做，起一下左胯，你看，有人起左胯，把左胯起出来，不要起左胯。这个时候合的劲儿。唰松沉，对，到手上去，这时候左腿虚也是有一点向前倾斜的一个角度。好，那么可以站起。那么大家再看我，它是正面，刚才还有侧面，我再做一下这个动作。做的时候从侧面看，一跟半步，力要到达自己的这个掌根上去。2，这个左腿的松沉，蹬进要合到自己腰上来，用腰最后到达手上去。3，两手的合劲儿，这个合劲儿要到达也是一样，肩背松撑到达手上去，千万别合空的，不是空的，它一定是周身合一，背往后一靠，手往前去，提顶竖向桥往下踩。所以大家在做的过程中，这个意识一定要到达你的肢体上去，用意不用力，但是这个意怎么去用？大家在做的过程中，你要把它想象成这个动作的用法是什么？两手相合的这个劲儿怎么能合到一起去？与呼吸、与周身都要合在一起，不止单一的肢体动作。手挥琵琶，它的攻防含义。那假设对方冲拳向我冲过来哈，那么冲拳的时候，我的右手去接手，注意我的右手去接对方手的同时，左手去找对方的这个肘，这个时候两手相合的这个劲儿，就形成绝壁动作。对方肯定不会像他这样顺着你去做，他肯定跟你使劲较上劲儿，对，这一较劲儿你才好去做。所以大家在做的过程中，这个手上的这合的劲儿要有一个都是向中合，都是往你自己中线方向去合。那么这是一个，还有一个绝壁，我不用翻对方的手，也不用翻对方的肘，我也是接过来以后，下手和上手两手是一反撑劲儿也可以。那么我在做手挥琵琶是这样做，
那么我转过来就是这样的，其实是一个道理。那么我就是活学活用，我不要说这个动作我只允许这么相合，不允许这么相合，没有，这都可以的。那么这个时候也是一绝臂的动作。那么只要握到对方的这个肘关节的肘关节咱们说的肘的上侧方，手的上侧方，不要直托他的肘，直托他的手，好像这个力不大，那所以托他的肘关节上侧方这个地方，那么这个地方就力大了正好是一反关节，对方他想这个就是咱们说的，他想挣都不可能挣脱，不好挣脱，除非对方力非常大的情况下。那么悬殊比较大，那是容易。如果对方跟你差不多的时候，那这个它是不容易挣脱的。好，我们再反过来再看一看我们第一个只接上手腕了以后，这个手一定要让它有一个角度，这时候去接对方手臂是好接的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咱们在做的刚才的这个两手相反的好。我们在做手挥琵琶的时候，一定注意用腰带动手臂走，腰动手动，腰不动手不动。泰拳讲究腰为主宰，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一定要用腰带动肢体运动。那我们在做的这个过程中，比如说这样走的过程中，一定是用腰带动走。那么腰的力又通过哪儿呢？通过脚底下。脚的蹬地，两脚互换蹬地来的，而不是只是腰动。那么腰的力量是从脚底下来的。那还有我们在做的过程中，注意手腕不要放松，不要成多腕的这种现象。有的同学一走手腕就放松了，然后多腕这种现象不要。我们在做的时候，这个手上它有用法，好像裸拽对方，对方胳膊在这儿，我有裸拽对方的这意思，合着这个劲儿。那么我这手上一定要有什么？有感觉，不是空的，手上要有感觉，好像对方胳膊在我手上呢。所以我们从正面看也是，对方的胳膊在我的手上，我这手要有一个裸拽的动作，然后我要撅对方的胳膊，那两手的这个合劲儿一定要出来。如果我们没有的话，空多在这儿不行，一定要有一个合劲儿，你这力全往中间合，才能达到撅住对方胳膊的意识。所以这个两手一定要有一个合的这个劲力到中间来，背撑手合，这个意识全部达到这儿来才可以。好，那我们这个步子也是一定要是跟步跟半步，重心呢平稳的基础上去跟半步，既一定要注意不要起伏，重心不要起伏。平稳的基础上，我们再做重心前移跟半步，变手挥琵琶。好，手挥琵琶动作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